要不，我们进京面圣，向皇上禀明情况。皇上都不知道哪儿去了，上哪儿找皇上去？那，将军，我们现在好歹还有几千兵马，要不投奔杜帅，投进得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杜帅去了且不受重用，咱们去了，能捞到好处吗？那将军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打算去找岳飞，打着他的旗号，兴许四太子能看重些。可岳飞那么倔强，他是不会答应的。他不答应，那我就提着他的人头去投金。老爷，请喝茶。出什么事了？有家人说吃了咱们的药中毒了。哟，这大年三十的怎么会出这种事呢？快带我去看看。哎，等等，外边老家件衣服。快呀！老爷，您看谁回来了？爹，总算知道回来了。过年了吗？我回来看看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是啊，老爷。小姐，娟儿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这次你回来就不走了吧？这次回来，我在家住上一阵子。这么多年，你把家都当成客栈了，想走就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他刚回来你就说他。是啊，老爷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小姐你可回来了，想死你了。是啊。小姐，这几年你都去哪里了？绣庄啊。绣庄是做什么的？扯布做衣服，做新衣服的地方。那小姐天天待在绣庄里，岂不是很无聊吗？你个小丫头，不相信我？娟儿是担心小姐。这2年啊，我去了忠义社。我现在是忠义社和岳家军的联络人。忠义社，岳家军？天啊，小姐，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啊？什么叫那种地方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那些都是男人家的事。男人家的事，男人家的事情我也能做呀。你看，我这一身的好功夫，我不比男人差。
可是会不会很危险？会不会掉脑袋呀？现在大宋正处于危难的时候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哎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就行了，不许跟老爷说，知道吗？我偏要跟老爷说。好，让你跟老爷说，我看你还敢不敢了？那就不敢了。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好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来，老爷。那，老爷吃菜。难得回家一趟，吃饭吧。坐呀。素素啊，你该有5年没有回过家了吧？别看你爹啊总板着脸，其实今天你回来呀，他心里可是乐开了花了。你吃你的饭吧，那么多话。快吃快吃，吃饭。老爷，爹，来，多吃点儿，你最爱吃的醋鱼。亏你还记得。我当然记得了，我还记得上次您吃鱼的时候，喉咙里卡了一根刺，弄了好半天才弄出来。来，多吃点儿。爹，咱们家的粮仓还在吗？你问这事儿干嘛？还在不在吗？当然在啊。我听说，岳家军从建康退守之后，一直都居无定所，所以我想，你想邀他们入住宜兴？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爹。爹，咱们县城西北那边的张主镇，不是还有一大片空地闲着吗？我们不如邀岳家军来此驻军。一来呢，可以让士兵们好好休养生息；二来，也好保我们宜兴一个太平。您觉得呢？岳家军，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岳飞，我都听说过呢。哦，对对对，声名远播，听说呀还受过皇上的嘉赏呢。是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居无定所呀？我在路上听说的。爹，他们现在就在广德，而且士兵们露宿街头，食不果腹的。朝廷已经好些日子没给他们发军粮了，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。我知道，您一向都是抗金的义士，岳家军现在有难，爹您不能袖手旁观啊！如今朝廷不断南迁，金兀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眼下我们和朝廷也断了音讯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管朝廷在哪，皇上在哪，我们孤军作战，且行且击。可我们就这么放弃建康了？以我们现在的军力，若进军建康，固然可以和金兀术拼一死战。可如果切断了他大军的归路，若是金人窜至沿江各处州县，
荼毒势必更甚。所以我们不如就近屯兵，见势而为。但是，在哪儿屯兵呢？哎呀，我就是有点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，对不住啊。哎，谢谢大哥。黄蟹，他怎么来了？他娃儿的，他还敢送上门来？他娃儿的！岳将军，牛八儿，岳将军，在下是来向你赔罪的。岳兄，都是小弟不对，还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岳兄，岳兄，岳兄，你不就是想为了报那一箭之仇吗？你等我把话说完，现在有4个出路，等我把话说完，你再杀我也不迟啊！放屁！你以为我只是为了报那一箭之仇那么简单吗？就算我饶了你，老百姓也不会饶了你。为了兄弟们，你就让我把话说完嘛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说，说出来，也不怕岳兄你生气。这其一，朝廷拨粮；这其二，靠抢为生；其三，落草为寇；其四，背投金人。如今之大局，皇上已没工夫惦记咱们了，这第一条就没指望了。在下也是迫不得已才行了这第2条，可咱们都是穷苦出身，做这些也是于心不忍呐。背投金人，又于君不忠，算来算去，只剩下落草为寇这一条路可走了。岳兄，我这都是肺腑之言呐。我和我的兄弟们真心来投靠你的，你千万不要动气，为在下，也为在场的各位兄弟指条明路吧。岳兄，我求你了。好，你说你是真心来投靠。来人，在，把他射我的那支箭拿过来。大哥，你把这支箭折成10段，我就饶了你。地上的箭有几段，我就把你砍成几段。谢岳兄不杀之恩，在下记下这份情了。在下一定2次为人，不负岳兄。大哥。
我杨毛子以前就落草为寇。对，落草为寇可以逍遥自在，有吃有喝。可那干的都是伤天害理之事。自从我跟了岳大哥，才知道什么是德，什么是义。今天谁要敢落草为寇，先过我杨毛子这杆枪！俺跟着大哥，怎么着都行，反正不会饿死吧？大哥，我听你的。兄弟们，张所大人是为了抗金而死，我张宪无德无能。虽不能像他老人家那样忠烈，但也万万做不到屈膝投敌。跟着岳大哥抗金，我死而无憾。弟兄们，大活人总不能白白饿死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兄弟们，反正不管投金也好，做山贼也罢。现在粮都没了，命都保不住了，我们还抗什么金呢？你这样的怕死，就别跟着大哥混！我跟着岳将军什么时候打过败仗？哪次冲锋不是冲在你的前面？狗屁！你那是贪生怕死！道哥投降，落草为寇。谁敢再散播这样的说法，定斩不赦！岳将军，俺的老家兵荒马乱的，俺就是听到了你的名号，才来投靠岳家军的。誓死杀敌，保卫我们的家园。现在粮食都没了，命还不知道保住保不住，家里面的老娘还不知道怎么样。我现在想回家跟我娘好好种地。粮食都没了，皇上也跑了，我们还打什么仗啊？是啊，这还打什么仗啊？打什么呀？兄弟，你们跟着我背井离乡，一路流血拼命，我岳飞有你们这样的好兄弟，感激不尽。如果你们想回家种田、看老娘，我不拦着你们，我用好酒来送你们一场。但是如果你们要落草为寇，残害百姓，我就杀了你们。如果谁想留下来，我岳飞就跟他同甘共苦，
共度这个难关，然后我们一起上疆场，一起杀敌，一起恢复中原，然后一起衣锦还乡。今天，我岳飞不能跟你们保证什么。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，如果非要饿死不可的话，我岳飞一定第一个饿死在你们前头。杨毛子，让开！拿酒来！兄弟，我送你一程。不取中原，誓不还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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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将军，久仰久仰。老夫宜兴张大年，听闻将军为吃住为难，特请将军大驾莅临。老夫在太湖张楚镇已搭好了营房，容得下15000人，也储有10年的粮草。老夫不能上阵打仗，也可为朝廷出力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张员外，您可真是岳家军的及时雨啊！哎呀，岳将军，不要客气，带兄弟们赶快过去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移师宜兴，屯兵太湖。好，兄弟们，整装出发！好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惭愧，惭愧！败军之将，不足言劳。哎，古有勾践卧薪能成事，但求岳飞长胆夺健康。金玉之言，岂敢稍忘？不是贵处收留，丧家之犬，何去何从啊？哎，原来宜兴一带水陆都有贼患。如今住进岳家军，贼寇闻风而去，这是我们地方的造化，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。军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众将士那就放心的屯兵休整吧。那我就代表诸位将士，多谢张员外
多谢众位乡亲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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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乡亲们。兄弟们，给将士们分队。众将士列队。多谢张员外了，岳将军客气了。怎么光谢他们不谢我呀？女儿啊，你就会调皮呀！你是张员外的女儿？他是我爹爹，是我让他请你们来的。多谢素素姑娘。都跟紧了。是。岳大哥，来，谢谢。将军，哎，来，多吃一个，兄弟，给。多谢将军。将军，你还没吃呢。我肚子不饿，你们一定要吃饱了，快吃吧。谢谢将军。将军，大家都吃了，你也吃点吧，吃点吧。好。多吃点啊，真好吃啊！够不够？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再拿一个。哎，拿着吧。啊，谢谢将军。帽子。多吃点啊！啊，不够吃再拿啊！啊，将军啊，你吃吧，我来发。哎，不用，你先吃。哎，你吃吧。哎呀，吃吧啊！哎，来。哎，乡亲们，快点，快点，将军们，快来，各位将士们，久闻岳家军骁勇善战。今天我贵娘特地带了我们丹桂坊的名菜桂花猪手，来给各位将士接风洗尘。来，大家快来尝尝。哎，好。还热着呢，大伙快吃吧。哎，好香啊！哎呀，老牛啊，好久没闻到这肉香了。我们丹桂坊啊，就在街上的第一家，门口有一棵桂花树，大伙儿啊闻着桂花的香，就找到了。改天大伙儿来我这儿吃饭，我请客。好。岳家军的兄弟们，我问你们，知不知道我们宜兴有哪三宝？哪三宝？闻桂香，喝桂酒，看桂娘。死丫头，别乱说，我没乱说，本来就是啊。
将军名扬天下，我们的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神气啊！现在给大家尝尝新的呢。你们收下吧。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啊，我们心领了，谢谢大伙。收下吧，收下吧，别客气。拿着吧。住手！统统的给我住手！乡亲们，你们的心意我岳某心领了，感激不尽。只是战乱之年，你们能有一些口粮也不容易。我们岳家军承蒙张员外的厚爱，已经有了充足的粮草。这些东西，你就收下吧，你们都拿回去，都拿回去。心意啊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乡亲们，谢谢岳将军，谢谢吧，谢谢。大伙儿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如今世风日下，官便是贼，贼便是官。可是像岳家军这般纪律严谨的部队，真是罕见呐，罕见！你就收下吧，收下吧，你就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拿回去，收下吧。你看，我们都拿来了。岳将军，众位将士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有谁敢动这里百姓的一草一木，违反军纪者，斩！是。岳将军，您别走，岳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您就收下吧。老远拿来的。哎，我说扭巴，你这翻来覆去的不睡觉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呢，还不睡觉啊？鬼子，你觉着那女的怎么样？哪个女的呀？就是今天给咱们送猪蹄儿那个。哦，你说是她呀？啊，哎，你该不会是看上她了吧？别胡说，你瞧她那风骚劲儿，俺可吃不消。哎，她可是一星一枝花啊！一枝花，一枝野花。你别看她现在啊，这风情万种，那风骚劲儿要是上来了，谁受得了啊？这娶老婆呀，不能娶这种的。那你要娶哪种啊？俺要娶老婆呀，要娶这种善解人意、孝敬老人、温柔贤惠，这心思啊得细腻，乖巧懂事，能拿鞋底儿啊，再绣绣珠花啊，俺这要求是不是高了点儿啊？反正啊，要对俺娘好，要柔情似水，最好呢，能把俺融化在她的温柔乡中。你个死鬼子，这么快就睡着了你？这什么兄弟？岳将军啊，这几年我们这儿贼寇较多，今后有你这支军队在此驻扎，你也看到了，百姓们都很高兴。而且啊，我们这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，好山好水好风光，最适宜屯兵养人了。我在城郊有个粮仓，够你们全军啊吃好几年的。张老爷的深情厚谊，岳飞不知何以为报。就别和我客气了。大难当头，我也是尽一点
绵薄之力啊！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明天我就派人去运粮。岳将军，你打算如何安顿老夫人和家眷呢？我想在附近置一茅舍，方便照应即可。不行不行，这茅舍怎么能住人呢？附近茅舍不宜安置，一则环境过于简陋，再则安全难以防护。不如这样，让老夫人移驾寒舍的后院，那里窗明几净，翠竹粉帘，取名桃溪园。谅老夫人呐，一入桃溪，自然心安气爽，周身舒坦呐。这个南北的气候很不一样，出进水边湿气缠身，老夫人身体保重才是最重要的啊！岳将军也别再推辞了，什么时候想搬进去就什么时候搬进去。对呀对呀，老爷一番美意，岳将军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老人家这辈子还没住过这等窗明几净、翠竹粉帘之处。老爷盛情相待，岳飞没齿难忘。岳某以茶代酒，敬老爷一杯。来。我也敬诸位兄弟一杯，感谢大家同心同德，不离不弃。世豪杰必有真情，大丈夫岂无酒量？干！谢大哥，来送我一个。好，干了。来。坐。岳将军，听闻你不但武艺高超，而且文采斐然，老夫神往已久啊，不知有否殊荣留下将军墨宝？那在下就献丑了。借中原板道，金贼长驱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于发愤和顺，大小立200余战。今提一垒孤军，振起一幸。今且修兵养卒，蓄锐待敌。如获朝廷鉴念，赐予器甲，使之完备，颁将功赏，使人蒙恩。即当深入武庭，负贼主，喋血马前，赢2胜，复还京师，取故地，再上8级。他事不此，乐功金石，岂不快哉？此心一发，天地知之，知我者知之。建炎4年6月望日，和硕，岳飞书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凤楼。北国悠悠，
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我身舟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浮名袍，壮志愁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胡马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为疯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胡马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为疯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终一生。